站台还真没什么人。为什么呢？别问。来了日本之后，我才知道它为什么会被叫做温泉王国。说白了，其实就是因为火山多。但是这个和我们有很大关系吗？日本当地有这么一个习俗，和我们国内很像，就是新年的时候一定要去泡温泉。小时候我爸就经常带我去，长大之后就不好意思了。好了，不要那么多废话。那为什么我们千里迢迢要来这家店？因为他们家在你泡完温泉之后，会一次给你上50个菜啊！什么50个菜？那它里面到底有没有装的成分呢？我们就来看一下。泡温泉的内容是不能播的，付费也不行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始吃。阿姨把这盘子端上来，我心里只浮现了3个大字：一口菜。这分量小到明月的下午茶都得让位。这是我第一次在日本吃到这么夸张的温泉菜，太丰富了。不瞒你们说，我刚才认真数了一下，它其实只有45个菜，可能他把天妇罗算成了5个菜。我现在有点不知道该从哪个开始吃。今天的用餐顺序讲究个随缘。天妇罗里面有苹果，这个东西是可以炸的吗？它外面的面衣很酥脆，里面的苹果是沙沙的，觉得还挺好吃的。天妇罗还是要炸青椒，这味儿太正了。炸虾还是挺长，应该比我的脸长。外层像是在吃薯片，但是里面的虾肉还是很 Q 弹。这居然是龙虾，蘸上一点酸酸的天妇罗料汁，他家大酱还是很厉害的。大口吃虾的感觉太爽了。然后开始一口气吃完45个菜，第一个芝士豌豆吃的还挺香。这个花生，这不就是甜水酿花生吗？第3个梅子，酸啊，70盘前菜，这顿饭前菜就有70盘。豆腐呢？第4个了，柠檬泡萝卜。今天这顿饭莫名的吃的像报菜名，又有点像拆盲盒，你根本看不出来它那个味道是什么。甜口的章鱼，加了柠檬的小咸菜，香到舔盘子的芝士南瓜泥，紫苏卷萝卜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了，吃了还是不知道。日本人最爱的魔芋，蘑菇，这还挺好吃的，芝士味的土豆丝。哇，这好难吃，这个好久没吃到让我能吐出来的东西了。但是50个菜总会有踩雷的，就像人的一生不可能顺风顺水啊！装什么？小银鱼。糖醋核桃，好吃，核桃腌的无花果，有点甜，像小吃，那本来就是小，这是小吃了。哦，螺肉，肉末冬瓜，我们依次把下面的肉末全卷上来。话说吃到这儿，有人还记得我吃第几个菜了吗？我感觉现在是一个美食博主的考试，感觉我应该能上个清华。鸡肉配的某种鱼松，茶碗蒸蛋就不用介绍了吧？白果鸡肉香菇茶碗蒸蛋，香，经典时尚小海带，虎皮青椒啊，土豆沙拉。无语了，我已经，就是你吃到现在你也不会觉得饱，但是你已经吃了20盘菜了。哇靠，经典时尚小萝卜，一条平菇，终于来了个稍稍硬一点的菜，红烧狮子头，不是红烧。咬下去的一瞬间，我只能说生气，非常的生气，还以为终于能吃块大肉，结果豆腐。吃到后面你已经不知道你在吃什么了，嘴巴里面送培根卷苦菊。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吃了多少了。他们家也不嫌洗碗麻烦，咖喱土豆泥、泡豆子、鱼、属实。没想到今天最顶饱的居然是一碗米饭。此时对着这碗米饭，可不可以给我上一份寿喜烧？泡菜、下饭、芋头，真的是芋儿，苦的糯玉米，好怀念的口感。在日本第一次吃到糯玉米，终于到我们的刺身了。不过他们家的鱼肉是真的很好吃，金枪鱼口感很肥美，甜下的肉质也很滑嫩，白鲷也能尝到它的鲜味，感觉又快乐了。但是怎么说呢，吃这家店还是有大起大落的感觉。掀开竹帘的那一刻还是有点 emo。黑胡椒牛排2克，血子鳗鱼的近亲。第3个是鱼排2克。终于吃完了，喜欢吃日料和不喜欢吃日料的都沉默了。总的来说，他家吃下来很像是在温泉过家家。阿杰推荐指数8分，好不好？一盒鳗鱼饭可以在日本卖到天价，为什么它可以这么贵啊？据说是因为日本鳗快灭绝了，但这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噔噔，鳗鱼饭作为日本很早以前的一种传统美食，我突然开始好奇它最老的店还在吗？然后我就在网上搜到了这家店，果然又是那种开了100多年的店了。这是什么呀？好恐怖！我操，这个棕褐色，删闻一下。今天的废话也很多呢，吃鱼不长胖，我们开始吧。哇，我们目前找到的是1910年开业的，虽然我猜在整个日本应该还会有更老的，但这家112年历史的店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。它在江户川桥的附近，又是一家躲在钢铁森林里面的老店呢。日本这种带庭院的店都很贵。这是一个特别老旧的木造房子，我就害怕他们木板下面藏了什么奇怪的东西。哦，死贵呢！他们家这个菜单上面的照片是100多年前开业的时候拍的。不要想那么多，开始吃饭。小菜是个豆腐，上面点缀了一点姜丝，果然有钱人都喜欢吃豆腐呢，非常没劲。有刨的。第一个前菜是个小3拼鱼板鲷鱼毛豆，怎么感觉这个前菜比别家都还要穷酸一点？无语。然后第2个前菜是用盒子装的，但是打开之后怎么还是3拼？为什么这个鳗鱼饭的前置步骤那么多啊？豆腐皮儿好吃，但是没什么味道。然后这个是日本人很爱吃的干明太子，是用盐腌的，非常的咸，不应该用来下饭的吗？然后是酱油章鱼头，吃起来更像酱油胶泥。接下来这个是我喜欢的鳗鱼茶碗蒸蛋，很烫，吃的时候小心一点。鳗鱼的那个香味已经渗透到了蛋里，而且我一直觉得鳗鱼的香味和鸡蛋很配。接下来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海带黄瓜鳗鱼，它是一个凉菜，用烤过的蒲烧鳗配了下面的酸汤，酸酸冰冰的味道特别开胃。然后最后一个前菜是鳗鱼骨，我们见过很多次了，特别的好吃。这个我愿称它为荤薯条。
就拿着手吃，嚼起来非常爽。然后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等来了我们的 C 位，他们家的主角鳗鱼饭，单点这个饭的话是9000日元。虽然这种老店确实好，但就是有点费钱。还好最近双11，各大电商都在费尽心思做活动。我在拼多多薅到了1000元心愿金，不用拉人助力，直接微信到账了。本来我也不信，结果真的有，我把活动链接放评论区了，大家可以去试试。好了，我们继续鳗鱼饭。鳗鱼饭的传统做法就是先烤后蒸，是为了让那个浓郁的酱汁渗透到鳗鱼的内部。你们看它微微上翘有点焦的那个肉，其实我觉得第一口建议和饭一块吃，因为它米饭里面也是那个酱汁，这才是最完整的口感。哇！你其实夹起来之后闻到的不是酱香，而是那个炭火的香味，因为鳗鱼的肉特别容易附着那个炭的味道。焦炭烤鳗，鳗鱼中间的部分就是要这种一筷子能够夹断，从肉到里面的刺儿都是软的，但是皮一定要是焦的。是放了很多的。哦，只有现杀的鳗鱼才能看到里面白花花的肉。记得中途来一口腌萝卜。好吃好。据说先烤后蒸是为了锁住鳗鱼最原始的鲜味，所以才会有那种肉眼可见的鲜嫩程度。果然老店的黄肥鳝还是不一样，然后会上一碗鳗鱼干做的汤，烤过的鳗鱼干会让这个汤带上一种苦苦的茶香。最后是一牙哈密瓜，这东西在日本还不便宜。最后我们2个人一共吃了这么多，好像还有点贵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。日式烤串，它其实还真有点东西，就跟成都的火锅一样，天天吃就有点腻，一天不吃你就感觉身上有小鸡在爬。东京的我们已经吃的差不多了，又到了吃串的时候。昨天因为那家拉面店闪现到了京都，我们又回到了仙斗厅，上一次吃寿喜烧的地方。其实我每一次来京都都会感叹，这里的氛围感是拉满了的。在这种地方吃饭，你就会觉得好像多收一点钱也可以接受。啊，这说什么呀？好装呀！糟了。今天来的这家店也算小有名气，店里人很多，也很有烟火气，有点像深夜食堂热闹版。我好像很久没有坐在过大酱面前了，有点小拘谨。他们家的小菜是用纸包着的，以为是什么稀奇玩意儿，但其实是毛豆，就感觉有创意，但不是很多。第一个前菜是一个冷的厚蛋烧，配了一坨很厚的萝卜泥，那种冷冷的奶香，有一种像蛋卷冰淇淋的感觉。这种咸甜的东西最开胃。然后是一盘薄切的牛舌尖肉，牛的舌尖肉会特别的嫩，烤得恰到好处的口感弹牙，越嚼越像火锅里的脆毛肚，再加上爽脆的莲菜，典型的日式山椒味，好吃啊！他们家怎么说呢？你吃的速度一般跟不上烤的速度。猪肉卷杏鲍菇，在外围刷了一层甜酱，其实杏鲍菇本身的口感就很像肉，所以吃起来会有一种港式叉烧的感觉。鸡胗是我吃串必点的，我真的对这些下水的串不能拒绝，那种带着炭火香味的嘎吱嘎吱的脆感，别人都是美酒配美人，我是帅哥配烤串，有点普信的感觉。接下来这个像棒棒糖一样的是猪肉卷生菜，我一直觉得创作出这个的一定是个天才。这个我可以整10串，巨健康。油腻的猪肉和清爽的蔬菜，就像我和满岛光有一种般配的感觉。这串比我脸还大的虾属实很让人心动，因为烤得很脆，所以特别好剥。他们家的虾其实比较绵软，不过我还是更喜欢那种现捞起来 Q 弹饱满的虾。猪肉包番茄这个我很喜欢，它其实和提灯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提灯打包的是蛋液，它打包的是番茄汁，油水或者酸甜的汤汁顺着你的舌头往下流。刚才的烤生菜就是清爽，这个就是温润。下一串烤牛肉，他家的牛肉吃起来就是一个入味，但可惜它是美国牛肉，就是因为它吃起来非常的硬。我真的很爱烤香菇，香菇巨吸汁儿，我觉得它吃起来就是素鲍鱼，表面上刷了一层猪油，更香了。我就在喝水。然后这个是猪肉包红薯，8竿子打不着的一个组合。这个红薯的调味会盖过肉香，我还是想念东北的拔丝地瓜。烤鸡腿肉嘛，只能说不如烧鸟店，它是黑胡椒山椒调味，就是很下酒。哇，猪肉包半熟蛋太好吃了，鸡蛋是提前卤过的，就它虽然是糖稀，但是又不会有液体。它中间那坨吃起来特别像慕斯，再加上猪肉，好吃。它这个茄子烤的也很多汁。我发现我判断蔬菜好不好吃，主要是看它水多不多。同样的口感，但却没有香菇好吃。在日本，像这种传统居酒屋里面的串儿啊，都非常的有创意，真的很适合聚餐。但是想吃好吃的烧鸟，还是选择正宗的烧鸟店比较好。好了，阿基推荐指数8分。